大家好，我是丽云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呢，首先祝所有当爸爸的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。今天趁着父亲节，咱们就来说说"父"这个字，以及与"父"有关的其他字。"父"这个字出现得很早，可是有趣的是，汉字"父"在一开始的时候跟父亲没有半点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先来看甲骨文"父"字的一种写法，是这样的：不管怎么看，你都看不出它跟父亲有什么联系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会意字，由左右两部分组成。右边是一只手，正要抓东西。你可能会问，这只手怎么只有3根指头？因为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，雕刻起来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希望笔画尽量的少，尽量简单。3根手指就可以用来代表整只手。在甲骨文中还有另一个字"足"，也是这样的，厚厚的脚掌，前头只有3根脚趾，用来表示我们的脚。好，再看这个字的左边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是一把石斧。在远古时代，无论是砍伐还是捕猎，石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。我们把左右两部分合在一起，意思就很明白了。原来"斧"最开始的意思是握在手中的石斧这种工具。谁会拿着石斧呢？因为砍伐和狩猎这些劳动都非常的消耗体力，所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年男子在做这些事情。所以"父"这个字又逐渐产生出成年男子这个意思来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当时那个时候，中国还是母系社会后期，很多人只是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，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。所以当时这个"父"字并不是指自己的爸爸，而是指所有的成年男子。父这个字表示成年男子这个意思用的越来越多，它原来表示石斧的意思就渐渐消失了。那么我们用什么字来表示石斧这种工具呢？聪明的古人在"父"的下面加了一个金，组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斧这个字。金其实也是一种斧头。有一个成语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这个成语是运金成风，也就是说挥动斧头的时候可以形成风，表示技术非常高超熟练。后来母系社会逐渐转变成父系社会，男人的地位逐渐的提高，人们不但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而且父亲还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了。所以"父"这个字就开始仅仅用来称呼自己的父亲了，变成了现在的意思了。关于"父"这个字啊，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。有人认为父亲的"父"其实啊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。拿棍子干什么呢？要打孩子。因为中国有句老话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就是说养孩子如果不教育的话，就是父亲的过错。所以教育孩子是父亲的责任。如果孩子做错了事情，父亲就要教育他。
怎么教育呢？要用棍子打他。你色灵之魂，你色灵之魂，你武力不小啊！在你的国家打孩子的现象常见吗？反正在中国是很常见的，但是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我，在此感谢爸爸的不打之恩。最近这些年，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孩子越来越少，而家长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，所以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温和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字，在中国古代，汉语词语常常是一个字的，后来很多汉语词语逐渐的由一个字变成了两个字，父这个字也逐渐变成了父亲，父和父亲都表示 father， 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父亲这个词。父这个字还可以用作部首，组成其他的字，比如爸爸的爸、爷爷的爷，还有爹。爸这个字很简单，上边是父，下边加了一个八。父表示这个词的意思，八表示这个词的读音，八爸。爷这个字大家很熟悉，是爷爷的爷 grandfather。另外这个字读爹，爷和爹这两个字原先都是表示爸爸的，后来各个地方开始有了不同的意思。在中国北方地区，爹表示爸爸，爷表示爸爸的爸爸。在南方很多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，比如安徽合肥人就把爸爸叫爷，爸爸的爸爸叫爹爹，所以各个地方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不过，因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，所以在普通话当中，爹爹表示爸爸，爷爷表示爸爸的爸爸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父这个字以及与它相关的其他字，谢谢大家看到了最后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吧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。最后，让我们对天下所有的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！